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因为现在是冬天嘛，所以出去拍视频呢也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呢我就想一想做一下直播带货，但是发现真的是非常的艰难，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得好的。我呢也是在年前这2个月呢准备去尝试一下，那么过了年呢，可能还是会去以拍摄视频为主。还有就是现在线上的直播带货已经完全是资本游戏，你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，首先这个流量人气是没有的，就靠一个人在那里吼，然后几个人在直播间呢，基本上你不会产生多大的效益。如果说在2年前去做直播带货呢，可能效果会非常好，但是今天再去做呢，基本上刚入门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，除非你有资本去跟进，那么可以做。如果说再去就像这样直接做直播带货，想起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而且呢，大家知道，就是现在直播带货呢，全部是在打价格战，也就是把之前淘宝玩过的一套、拼多多玩过的一套呢，再拿到这个直播带货来玩一次，但是会发现这个效果比以前还暴增10倍、20倍。所以这就是现在直播带货的一个问题啊，可能有非常多的人买了一间屋子的东西，也不见得有几个能用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些头部主播以及明星呢，他们这个直播间有那种氛围，所以大家也会争相购买，对吧？我相信经常在直播间购买东西的人，你会发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买回去之后呢，也没啥用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供应链也好，产品也好，和厂家谈判也好，物流也好，售后也好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跟那个头部主播去比，人家的这个所有东西全部都已经形成链条了，所以很难啊，非常的难。可能我未来做商业的一个重心呢，可能也是在线下。线上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，包括我自己之前也做过这个电商，对吧？我深刻的知道，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淘系的话，可能在5、6年前就已经完全进入了资本时代。那么包括现在的直播带货，同样已经进入资本状态和头部主播垄断流量的时代。现在的直播带货对主播的要求也非常之高，没有2、3年的主播经验的，基本上在现在是很难去快速的成长的。你看到的一些做得很牛的主播，他们已经经过了2、3年的沉淀，包括这个头脑的高速的运转，也就是说1个小时要怎么去应付，2个小时怎么应付，基本上会一直要保持这个头脑的一个高速运转啊。你像没有做过这一行的，哪怕是主持人来，可能都非常困难。就是几百万粉丝的人去直播都会非常难，何况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更加的艰难。如果说你的产品不好，或者说产品价格不够低，对用户没有吸引力的话，那么流量就不会有，因为官方也不可能给你推流，因为他给你推流的话，他需要你转化的，你不转化，他给你流量有什么用？所以说对主播的要求会非常高。如果你现在还想去做一下直播带货，你个人的这个综合能力达不到的话，我建议真的不要去尝试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在砸资本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可以一试。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这样的素人，你想去靠直播带货做到什么样子，没有资本去投入的话，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尝试哈，成功的几率仅1%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，因为我想来做直播带货，我也去看了非常多的直播间，这是看了之后得到了一个感受。因为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完全都是资本的游戏。可能你平时看到的带货几百万的这种已经算是小微了，因为人家动不动就带货1个亿，对吧？你根本没法比。可能那种带货几百万的，倒是真正你让他算下来，他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因为产品的这个生产包括成本，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傻，是吧？随便一核算的话就能核算得出来。那么能不能挣钱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我个人的心思呢，还是要跟大家把视频拍摄好。今年呢，就是年前这几个月尝试一下，如果觉得可以呢，我们就花个1、2个人、2、3个人呢，把这个事情持续下去。如果说做不好呢，那我们的心思就完全转到线下，线上呢，实际就跟大家发布一些对大家有用的信息。所以啊，我个人觉得直播带货这块，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机会了，除非你的能力、资源、资金都能匹配得很好，那一定要去试，这是我的个人感觉。那么我最后呢，再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，现在的直播带货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，因为这种低价格的模式，从淘宝到拼多多再到直播带货，其实对整个产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包括农产品的整个产业链，影
响都非常非常的巨大，因为有太多的人去做这种低价格，把厂家的利润逼到冰点。那么厂家也没有办法，没有资金去改善它的生产设备，包括它的工作环境。你想一下，现在这个人员的工资又高，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呢，利润又非常非常低，那么就不得不逼迫一些厂家呢去做这种比较垃圾的一些食品，甚至一些产品。所以说，这个低价格的战略呢，就是不管是对消费者也好，对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也好，它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。但是没有办法，现在的消费模式呢，就注定了让这个直播带货和网购会还要持续好几年。为啥呢？以前咱们去买东西呢，都是要兜里掏钱出来数的，这个时候兜里有没有钱呢？一数呢，其实会心疼的。有些东西不敢买的呢，那就忍一忍呢，就不买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手机上点一下，这钱就过去了，就是没有那种痛的感觉，对吧？所以非常多的人就会特别过度的去消费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，直播带货已经是一片红海了，非常非常难了。所有的流量全部集中在头部，中腰部都非常艰难，更不要说底层了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给朋友们讲到这里哈。下一期视频呢，我会跟大家讲一讲农村创业的一些坑。假如说你现在还想着返乡创业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帮助的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